我原来是准备一辈子做打工人的呀，然后发誓这一辈子我再也不做老板了。在加拿大做老板，你是要哄着他们的。我觉得就是它其实城市偏小，反而是一种优势，因为在这边感觉口碑就很重要。如果你做得好的话，很快所有人都知道。你不能去做一个你自己都觉得，哎呀，我太讨厌这个行业了，我每天都很 suffering。就是白人的 royalty， 我觉得会是更高的。在加拿大作为女性创业，会比在中国简单很多。今天欢迎两位来到我家来做客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请的嘉宾都是在加拿大创业的，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是女性，所以现在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期节目就是在加拿大创业的华人女性。那你们可以分别介绍一下你们目前在加拿大做的生意吗？是什么领域的？然后以及你现在的在你创业这个计划中到了哪一个阶段了？那个您可以先。我先来。好 ，OK。杨律师的观众们，大家好。我叫沈云，然后呢，我在加拿大现在经营一家医美店，然后我来加拿大已经15、16年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Frank， 之前有采访过一期的嘉宾，然后大家都叫我一猫，然后我是最开始创业大概10年之前是做的这个宠物的繁育，只做布偶猫的繁育，然后呢，现在开始慢慢的摄入到这些电商的领域，做一些猫咪和狗的产品。对，那你们在来加拿大之后，在你们创业之前，你们自己有打过工吗？在这里？我原来是准备一辈子做打工人的呀。Me too 我不是一个很卷、很激进的人，但是就是被生活所迫，没办法。是的，是。你们在这里其实都是找过工作给别人。没错。最开始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打工的人，我是觉得下班可以有轻松的生活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加拿大这边嘛，想的是过得稍微轻松一点，然后有自己的生活。然后但是每一次打个2、3年工就不行了，就要创业。然后创业好像最开始失败了，又回到打工的状态，然后发誓这一辈子我再也不做老板了。结果过2、3年还是照样跳入这个坑里面。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就是决定我不打工了，我要自己去做一个事业？那是什么原因？什么契机？我更多是家庭方面的问题，之前你有听过，就是需要在家里去照顾家里的病人。但是除此以外，我不想把这个东西全部归结于家庭的问题，大部分还是自己想要，还是自己本身就是可能也不能说是一个不受控的人，但是会更追求一些比较新鲜刺激，然后可以有自我控制，然后有一些发展空间的这么一些事情可以做。我不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我其实是天选打工人。我是 ISTJ。所以说就是在刚来加拿大那几年，其实就是在我做生意之前，我一直是政府工，我一直在政府工作，我运气也蛮好的，就是很容易的就进了工。在渥太华你不干政府工你干什么？对，就是躺平嘛。但是就是可能我自己的一些经历，之前我是空姐，后来呢又是阴差阳错的做了小红书的美妆博主。然后我身边很多人就一直在问我说，你又是护士，然后你又是有这方面所有的背景，你为什么不去做医美？然后我说那我试一下吧。然后试一下就打开了我一个新世界。那你觉得在加拿大这个创业过程中，你们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吗？应该有非常多的困难。对，每天都遇到不同的困难。我感觉我没有一天就是非常顺，都是每天都在解决各种问题。但是你说它这个跟在加拿大有什么区别？我并不觉得好像在中国创业跟加拿大有什么区别。就你怎么看？我觉得有很大的区别。我觉得就是在中国，你做老板，你是真是老板，你对的员工就是呼三喝四，就是你给我倒个水，你给我去买杯咖啡。在加拿大做老板你是要哄着他们的。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， 就是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如果你要做老板的话，就是你绝对不是呼来喝去的，没有人。这是他这个社会设定是不一样的，就是政府他是欺负小老板们，他绝对是保护就是你打工人。 Labor Board 它所有的这些 policy 都是不保护老板，保护员工。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最大的 challenge 吧，就是绝对不要惹到你的员工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虽然不想提女性的标签，但是很明显两位是一个创业的女性，但是
我们可以明显的，无论是在中国社会还是在这边，作为一个女性的创业者，肯定还是会有比男性更多的一些障碍的，比如说家庭啊、生孩子啊。我不知道在这边的话，作为一个女性的创业者，会有一些，比如说，你觉得会有一些比男性更多的一些问题和障碍吗？我觉得小杨律师今天设的这个 topic 非常好，就是有这个女性这个标签。但事实上，我认为在加拿大作为女性创业会比在中国简单很多。首先这边的社会它的设定就是男人们他主观认为他应该带娃，他应该做很多事情。可能在国内的话，就是大家这个概念还没有那么还是比较根深蒂固。对。而且加拿大这个社会，老实讲，它是很 support 女性的。你比如说，我刚刚开始做我这个编辑的时候，我是要设立我的 Google 的账号嘛。你设立账号的时候呢，它会具有几个标签。他说你要不要把这几个标签放到你的 business 里面？有一个大标签就是 woman owned。就是说他社会他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很 proud 的事情，就是你要把这个标签放上去，这样的话，别人在 Google 你的时候看到哦，这个是 woman owned，他觉得这是一个很 positive 的一个事情。所以我觉得整个社会还是比较帮我们女孩子的吧。对，是的，并没有觉得她就是因为是女生会有什么弊端，会影响到她的发展，我还真的是没有。你说的很对，我很同意。大家都很帮你，而且就是说，老实讲，在中国你如果要生小孩，你没有全家的帮忙是不行的。在加拿大你是可以的。我可以一个人，今天我水破了，我去医院，然后24小时看护，我不需要我妈，不需要我老公到医院来看我。所以说你作为一个女性的创业者，你觉得在家庭和事业上会有一些需要平衡的一些问题吗？或者说会给你创业带来一些障碍吗？我没有。哦，他还没有小孩。对，但你有小孩，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家庭，尤其你是作为一个女性创业者的话，你的家庭和事业上会有一些需要平衡的地方，或者是说由于你是女性的角色，会造成一些困扰吗？我蛮幸运的，我老公很帮我。我生完小孩，我至少要休息1-2个月吧，这对我的工作肯定是会有影响的。就是女孩子还是一个生理上是一个弱势群体。OK，所以就说除了生理上先天的和男性的这个区别之外，其实这个社会对于男性和女性创业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，甚至说女性更有优势一些，是吗？对，这点我也是比较同意。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趋向，你们男人会比较难。对。就是你们在任何公共场合讲话一定要很小心。就是我如果在一个公共场合，我如果 tease 一个男同事的话，别人不会说我是骚扰方面骚扰别人。对，如果我说我骚扰别人，就是我必须讲话讲特别的过分了。但是男的话真的要很小心。但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。就越是强势的，当然我不是说男性是强势一方，但是总的在我们传统的价值观中，男性他始终是占为社会主导地位和文化主导地位的，所以他就应该承担更多的限制。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文明的社会的表现。对。所以男人就应该被限权。对。求生欲满满的小杨律师。不然我的节目播出之后，被小红书的小姐妹们都给我举报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再聊下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在这边创业，你觉得在这个申请这个创业的手续上会有什么跟国内有不同吗？就是你知道，在国内，你如果是开始一个公司的话，你要申请营业执照啊，然后什么消防啊，什么像你做那个需要特殊的一些 license 是吗？然后在这边的话，这个手续是复杂吗？大概需要多少钱、多少时间？你们可以分享一下吗？我觉得不复杂。我觉得加拿大政府就是它的官网，它弄得非常的清楚，就是你要做任何事情，你去官网看，它都告诉你应该干嘛，你跟着它的步骤做就行了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，他们不会把这个东西弄得特别复杂的。就是你其实，在整个这个申请，不管是申请这个你的品牌或者你的执照的过程中，你不太 in person 跟人接触，你一般都是写 email 啊，或者是在网上把你的要申请的东西交上去就可以了，所以不太需要打人情，线上就可以解决了。对，就都不用去他们那个部门是吗？不用吧，我是直接找了一个律师类型的，就是500块钱申请了一个 incorporation
that's it， 就没有任何其他的。然后作为猫舍来讲，我们有一个特别的 license 养动物，然后你住的地方要就是符合这个政府的规定，这个是花了一点时间。我相信你的那个应该是 license 会比我们要求的会更加严格一些。对，我们在装修方面会有要求，比如说每个房间一定要有水池，然后水池要离这个座位的距离，这个是市政它是有要求的，因为我们是 medical 的。那你们从申请到拿到你们的那些执照花了多长时间呀？1周。这么快吗？我是1周。我跟你讲，渥太华 City 比多伦多 City 有效率多了。我听说啊，我们这边特别快。别的我不知道，我知道他们贴罚单特别快。那你们从那个创业，从开始准备到你们正式开店，你们中间筹备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呀？我总共花了可能3个月。特别快。我们店运气还蛮好的，装修才用了3个礼拜。我的可能生意就是比较跟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们是需要引进种猫的。我引进种猫从我开始想引进到我真正买到花了5年的时间，但是不是说我公司就是那段时间没有在运营，但是等于是你主要的 business 是没有开始，所以这可能不算在你们的问题之内啊。但是实际上就是真正你想开始运行，就是真的是 right away， 就是当然因为我不涉及到装修的问题，我们就只有前期把家里的猫舍的位置规划好，所以真的就是基本上申请好了，马上就可以开始。一般你在网上注册一个新品牌、新公司的话，它应该48小时它就 approve 了。它主要后台有人看一下你这个名字有没有跟人家重啊，他会给你一些建议，就是说你不要换个名字，你这个名字可能就是法务上面将来会有问题，他会给你建议，然后非常快的。那你们看到自己的店开张的时候，看到你们都有自己的品牌，对吧？看到你自己的 logo 露出来的时候，当时你们的心情是什么样的？你的心情是什么？我其实还好，没有特别激动吗？我真的还好，因为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。当然是我从生产出第一只猫，再开始就是从培育到这个，它已经是一个一个 long term。可能我跟你的真的不太一样，因为最开始我是以猫舍来起的，后来是有产品，就是做产品的话，其实已经经过很长时间一个打磨，就是我怎么配方，我怎么去包装袋子，感觉人已经被磨平了。已经没有激情。对，然后等产品真正出来的时候，你觉得好像还有改进的空间，只有这种感觉。说真的，对，我比较有一种梦幻的感觉，因为我从就是入这一行到最后自己搞了一个非常大的店，一个品牌出来，很漂亮的品牌出来，时间蛮短的。对，主要是老实讲，我运气挺好的。但是我当时可能一个脑海想法就是哇，我的政府工 Peaceful Life 现在就告一段落了，我要开始进入另外一个阶段。我是这样想的。那你们是干了多久之后才开始盈利的？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作为你未来终身的一个事业来做的？中间，因为你前期肯定是可能不会立马就会盈利嘛。对，我们的 cash flow 也是很难，因为前期在买种猫基本上花了10万进去，等他们长大了可以做 production， 小猫生出来再开始卖，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。你说盈利的话，基本上是将近5年之后，我这边才开始有盈利。说真的，所以我之前也是一直是就是 Costco 那边也没辞，我原来在 Costco 一直在上班，然后所以一直是属于是半职吧 part time 那样子，就是一边上着正职，一边做着猫舍，然后也是真的是近期这2年左右才开始把 Costco quit掉。然后全身心的在做这个猫咪和这个产品的这一边。Anyway， 就是我的医美店的话，因为它投资比较大，你首先这个店铺的装修，它几十万，然后一些仪器，现在一台机器随便一台就是10万20万的，所以我们店回本非常快，差不多在1年左右，但是就是大部分人你要做好，你前2年是不赚钱的准备，你要有这个 cash flow， 你要是承担不了这个风险的话，你这个数学还是要做好的，要把这个心理准备给做好。刚才听你们讲，就是说你们在创业之前，你们是自己有一个主业的是吗？对，来支撑你的生活。对，然后就是你的副业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副业发展到一定程度，你把你主业给放弃了，对，全职转过来做是吗？对。所以就如果说有一个新的创业者过来的话，你给他的建议也不是一落地加拿大就开始做你自己的事业，也是先找一个当地工作嘛？你们是这样建议吗？
因为你俩的经历好像都是这样，是吧？先做了本地工作。对，我觉得应该工作一下吧，就是先做一下打工人，对，然后了解一下打工人的心态，然后将来你做老板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你手下的员工他是怎么想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先在当地做打工人，然后再去找自己的这个方向，然后再去创业。你们既然都在这里打过工，也创过业，那你觉得在加拿大打工和创业，你们觉得有什么不同吗？或者你更喜欢哪一个？那肯定是创业了。我两个都蛮喜欢，我蛮喜欢打工的。老实讲，如果我能遇到一个好老板，我能跟他打一辈子工的话，我不想担任何责任。创业会压力大一些是吗？那肯定是压力是会大一些的，对，因为就是老板就是干擦屁股活的嘛，对。你员工的话就是我下了班了，我走出这个门了，就是任何事情都跟我没有关系。像我以前上班的时候，就是比如说我4点下班，4点01我都不可能接任何我老板的电话，就是不要期待我接任何电话或者是回任何email，不可能。但现在你是老板的话，你等于是24小时你要在线的，因为这也是在加拿大吧？你要在国内打工的话，你不可能下班就不接老板的电话或微信吧？加拿大是不是就比如说你的员工啊，就是一下班你也不给他发消息吧？如果你发了，他也不回吧？我一般不会给他们发短消息，因为除非非常 urgent 的事情，除非是真的是对，除非是很重要的事情马上要解决，不然的话，你干嘛要给烦人家？人家干嘛？人家看了你一天已经够烦了，为什么回家还要看那么短消息？这就是国内观众紧缺的老板。对因为我在 Costco 上班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下班以后老板肯定是不会打，如果他打给你的话，你接也是你的问题，老板说你千万不要接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找你 urgent， 你不要接。他说我可能是忍不住，但是如果你接其实是违反规定的。对于我来说，8个小时之内别人能够完成的一样的工作量，你不能完成，我不认为你是在奉献，我认为你是有时间管理能力方面的问题很大。这是很大的文化差异，观点真的是对，这是国内无法接受的一个观点。国内老板就觉得我付了你工资，我就想看着你，哪怕我没有工作给你做，你就要待在这里，我不走，你肯定不能走。对，即使是到了下班时间，你比如说我们是6点下班，你要6点就走，那你说你工作态度有问题，这个就是跟国内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。我比较看重效率。就是一个人他效率不好的话，就是别人2小时能完成的东西，他可能20个小时要完成。其实你老板不划算，你赔他那么多工资干嘛？对不对？对，我很赞同你的观点，因为你老板买的是我的工作成果嘛，你买的又不是想看到我，你又不是跟我谈恋爱，是吧？我把这个工作交付给你，你把工作成果给我就好了，你不要每天都跟我待着，我也不想看你的脸。就是我也不想看见你，也不想看见你，纯是为了钱而在一起。那我们现在聊下一个话题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渥太华嘛，渥太华当地的加拿大人也会说渥太华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城市，是加拿大最无聊的城市。那你们觉得在这里创业的话，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是局限性吗？好处和局限性分别可以谈一下吗？首先啊，这句话是错的，渥太华绝对不是最无聊的城市，就是加拿大有很多比这里无聊很多的，只能说无聊的大城市。对，好处就是这边的人他都很善良，他不像大城市人，因为他可能生活节奏太快了。多伦多，我们有多伦多的客人，他没有任何的那个耐性。你如果跟他说对不起，今天我们可能要把你的预约就是改一下，他说 no， 你绝对就拒绝，就是说。我付了 deposit 了，这件事情一定要发生。我不管你们就是天上下刀子也好，干嘛也好，这件事情要发生。但是渥太华的人就非常的 nice， 他就说啊没有问题啊，怎么的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。但是渥太华我觉得一个局限性就是这边的人他比较保守，他消费观念比较保守。你觉得呢？消费观念一个是保守，然后第二个是budget稍微略微的会低于多伦多这种大城市是多一些。像我们就是优势啊，我说在渥太华的优势，我觉得就是它其实城市偏小，反而是一种优势，因为在这边感觉口碑就很重要。如果你做得好的话，很快所有人都知道。如果当然你做得不好的话，一件小事可能影响到你们整个行业，就是这些整间店就 crash 掉了，就是全世界都都知道。尤其渥太华真的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所以就是只要在这边，我觉得是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业绩，做好自己的产品。用的时间相对于是要比大城市要短，
但是你的产品和你的人设和你的店面这个扩张的速度是，我觉得是会大于，就是快于这个大城市的。对。但是这样我们刚刚讲，就是大家budget比较紧，然后它比较保守。你去看一个很简单的现象 ，LV 都不敢在渥太华开店。我没有观察过，因为我也买不起 LV。对，我们的高端的 line 就是我们有不同的血线嘛，高端的猫咪的血线一定是出到温哥华、出到美国、出到多伦多的。渥太华一般我们就是 pack quality， 就是猫，然后到多伦多和温哥华那边就是 show quality， 他们可以花，比如说比现在我定价猫咪贵2-3倍，他们都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渥太华基本上就是比较保守，以经济实用为这个为对，是吗？走中低端是比较好的一个主意。对，咱们作为华人的一个创业者的话，你们的客户上有没有什么区分？就比如说，当地人占多少，华人占多少，或者说，因为我们是华人的创业者，我们在华人客户获取上更有优势一些。对，就是你们会有什么说你的计划？我的目标就是主要针对这一块，你们大概是怎么安排的呀？我是完全跟着就是政府政策走 diversity 嘛，我是全种族。我都是做的，我不会就是光是就是 focus 在一个种族上面。我客户群的话，我可能70%到80%都不是华人。我的华人群大概在20%左右。基本上跟我这边是持平的。我最开始的时候宣传的时候，因为只是靠中国媒体、中国的一些这个，我也不知道咱们能不能说啊，就是具体的哪几个这个社交媒体。但是时间做的越长，然后对老外这边开放越多，然后开始做谷歌排名，做各种 Instagram、Facebook， 慢慢来讲，老外的客人的比例就上来，我也大概站在华人就20%左右。对，都得做。对，可能华人对我们的信任度会更高一点，就是更好 close 一个 deal。但是老外可能会稍微时间长一点，但是老外不能叫老外，就是白人的 royalty， 我觉得会是更高的。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华人会猫都有 royalty？ 当然了，买第2只就是接2胎、接3胎还在不在我这里买？然后包括猫砂也是，比如因为我们做豆腐猫砂嘛，那做豆腐猫砂的中国的其他的品牌也有很多，然后当地也有。那你是只认准我这一个品牌？我做什么你买什么，还是说你会每次去市场比价哪家便宜买什么？老外只要是又说到老外，应该怎么说比较 proper？ 非华人，你说对。你是当地人，对，这个当地人一旦他认定了你的产品，像我们每次卖一只猫出去的时候，我们都会随带着两袋我们自己的猫砂，只要他们用上，他们觉得喜欢，他基本上这5-6年都是跟着你的，他不会去找其他的 option，他比较懒，对，或者他觉得你给我的服务、给我的产品是我认同的，对，我就没有必要再去花这个时间或者改个成本去，他只要相信你了，他觉得你价格是合理的，我是接受这个价格，然后你产品是 OK， 他不会再跑来跑去比来比去。现在无论是在加拿大还是在中国，就业都非常困难嘛，所以有一些人如果他们考虑自己创业的话，尤其是作为一个女性的创业者，比如说来到加拿大想创业，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？我的建议就是先找到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你不能去做一个你自己都觉得哎呀我太讨厌这个行业了，我每天都很 suffering。每个人性格不一样，就有的人他就适合是做银行的，有的人他适合就是卖保险的，有的人他就是我就是很爱车，我就对跟别人介绍这个车，这个它所有的功能，我很有这个 passion 在那里，说你可以去做这件事情。但是就是说，如果是你非要是觉得今天现在是这个行业好，比如说大家都在卖奶茶，我要去开奶茶，那你本人不太喜欢这个东西的话，你可能就会不开心。我觉得人自己最开心最重要。对，因为毕竟是你每天 daily 要做的事情。对，我补充一点，就是可能1要喜欢，第2你要实践一下它的可行性。就是这个事情到底在加拿大这个地方，渥太华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真的做？那你可以可能去找一些类似的工作，或者做一些 research， 就是你做任何事情之前，先把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想好看好，然后看看是否可行，可行的话就进入到下一步。所以第一步确实是第一步就要喜欢，第2步可行。对啊，自己去打工。你比如说你自己想开咖啡店，那你先到星巴克去打工，打个3个月啊，看一下，就是如果后面的10年、20年你自己开你自己家店，你要天天做这件事情，你想不想这么干？那你再说呗。对，
我很喜欢我现在做的这个行业，因为就是我面对的是非常开心的人，他们过来找我是找漂亮的。就是我不是真的是就是去跟那些很生病的人打交道，我是就是让别人变漂亮，而且就是说每天跟大家聊天啊，就是我觉得就是帮到别人，你知道，就是可能 beauty 这件事情，变漂亮这件事情，在大家看来好像不是衣食住行，不是我的生活的一个基础的必需品，但是它其实非常重要，它对大家的那个 mental health 也很重要。对，它能在生活各方面帮到你。你长得好看以后，你找女朋友容易啦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找工作其实都是会更加容易的。老实讲，你的look，所以说就是我觉得我其实是帮到很多人的，然后也帮到我自己，所以我还是很开心的。所以你会觉得你在这份工作中你会得到成就感，是吗？对，这可能就是你说的 passion 的这个点。对，你很有成就感，而且就是你的客人每天来找你，他都是来夸你的。就是你每天被别人夸，那对这份工作你也可以每天夸客人，对，客人也在你从进来到出去，马上会有一个就是跨度的感觉。对。首先我是非常喜欢，我其实跟你这个方面我觉得是一样的，就是猫咪也不是一个刚需，猫咪的产品也不是一个刚需。像我们做的是自动猫砂盆，所有的猫咪的自动产品，这些都是已经是大家的 upgrade 了。我从手产猫砂到我做这个自动猫砂盆，从我在家里原来家里什么没有宠物，然后现在加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，而且是买了一只非常好的品种猫，就是大家都是带了一种对生活下一步的期待，所以我们服务的客人跟你们应该是也是一样，都是属于一个就是想要迈到下一个 step，然后会帮助他们就是家庭过得更加舒适，然后家庭感觉重心会转移到下一步，就是一个 move forward 的一个感觉。我觉得咱俩这行业都不是雪中送炭的行业，是属于锦上添花的。没错，都是让别人的幸福感再增加的一个。对，我说我们每天就很忙着什么，就是在忙着提高猫咪和主人的幸福感。你这个也是 mental health，对，是的，对，养猫就是会很开心对吧？对，我们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就是客人家长，他们的小孩子是会有 mental 方面的问题，他们买猫的原因就是想让一个是比如说小孩子更加有这个 responsibility， 或者让小孩子的抑郁症或者各方面的 mental issue 会有一些缓解，所以在过几年以后他们跟我说真的有帮助到，在我心里也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。OK， 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。来，让我们共同为加拿大人的为他们的 mental 的提升，对，来做一些贡献。我们来帮他们提升。